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同时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5位聊一谈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当爱情出现问题的时候，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智慧。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没有秘籍，只有用真心换真意。大家好，我是雷鸣。在婚姻和家庭当中，你放在核心的是对方还是自己呢？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请开门。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赵先生50岁，来自辽宁，自营店主；于女士47岁，来自辽宁，自营店主。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两位今天想解决什么问题？我做生意失败过，我一直想在东山再起，他不同意。我不想冒险了，他非要再一次把家里的钱都亏掉才满意吗？我不相信他了。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对方？我每天熬到半夜，日日夜夜，勤勤恳恳，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相信我。他想贷款借钱去创业，我们的家庭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我希望他可以幡然醒悟。谁先说说啊？我先说。好。我现在主要的矛盾和困惑就是我想创业，我爱人不支持我，我甚至要提出离婚。哟，这么严重吗？为啥那么不同意？因为他以前都折腾了大半天了，完事全都要折腾没了，这个岁数了，完事再去折腾，所以我就不同意。就是一直都是做这个自营生意的是吗？对。我18岁离开家乡到沈阳那个打拼，之前是上班，后来不行，离我梦想太远了，完我就开始自主创业，完开过生鲜超市，开过麻将社，做过烧烤店，一路走来吧，也可以说很顺利，完也挣了一些积攒了一些小积蓄。妻子说说啊，就那些年你们一起开超市，后来开麻将馆、烧烤店，那些年你们夫妻俩就一起做生意，开心不？挺开心的，也挺幸福的。对。你管钱不？我不管钱，我们家都他说了算啊。他说听我的，说我没有那个管钱的那个头脑。完我说那我没有管钱头脑，那都给你管，你都归你，你说啥就是啥，听你的。我说了，他说啥他都不听，所以今天我才说来这儿。那当年开这个麻将馆啊、超市还有烧烤，你觉得你老公的决策正确吗？那时候我觉得他说的还挺正确。那这啥时候出现就不正确的呀？你刚才不是接着句说，其实今天是你想来的哈，因为你说啥他也不听。现在因为后期做生意，然后把钱都亏掉了。做什么生意啊？是他刚才说的那个他那山庄景区的生意吗？对。2021年左右，我就开了一个山庄，盘了一个山庄，一个20亩多地的田园。哦哟，那么大呀！一个是轰趴别墅的一个别墅，但是因为了山庄有了变故，把我所有的以前的积蓄啊赔掉了啊。是不是这个投资要比之前的大了？大了，投资了好几十万。是盲目的就去做山庄了吗？也没有，因为我在景区已经考察了将近3年了。因为21年嘛，然后就是变故嘛，完也没有翻盘。能够理解。当时生意有赔有赚，有风险。他跟你商量的时候，你还是就像以前一样同意了？那天我没同意，但是家里都一切他做主啊，他做主。其实就这个事儿你是不同意的哈？对。他是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去投的吗？对。干了几年啊？干了1年，头1年我全在铺垫和积攒客户，稍微有一个起色，完就有变故了，完这样事。以前嘛条件这个都很好的，完一下子钱就亏掉了，完我就很生气的。我就怨他，我就说他，他就啊，你一天你叨，然后你更年期了，这个那的怎么地的，完我说啥他都不爱听。后期我也不再说他了，还不说，经常的都上脚打他啊。对。但是其实要打吧，我也能打过他。为啥原谅他呢？我俩都可以说青梅竹马出来的，
我做每一次角色，他都默默的配合我、支持我。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经是曲中人，都49了，把钱都赔掉了，没有他安全感。他生活完在家经营个面馆，我在搞一个地摊，他在帮着我串啥的。他打我，他有时候肯定是活计很累了，他肯定烦躁。完再加上生活压力，孩子在外地再不回来，我很多因素吧，也促使他，因为他承受力很差，女人。完说的，我一看他情绪撂脸了，我就刺激他，完刺激完他就踢完他就火就消了，我就了解他啊。您真的是欠揍，这是俩人的，但是我真的为你这样的欠揍点赞啊！情绪了，这个就是让妻子发泄啊，对，我就是那意思。您还过手吗？以前还过，以前我俩打的很激烈，那阵不知道啊，为啥我说是再听已经是曲中人了呢？那阵他都老是先好动手。一动手把我一个男子那种血性也就打的是平手，谁也没占着便宜，2败俱伤。啥情况下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我早晨我去店里了，我从8点半开始，我就去店里的之后，我就得先把这些个菜呀和那个卫生啊什么的，我都得先收拾出来。来客人我再点餐，完我再煮面，我再拌菜，再稍微等一会儿吧，他来了，我就说你快去帮我拌点菜呀，怎么的。啊，你这没有那没有，咋地的？完就这时候他一说，我马上那火啊，我一下子就翻了。我说你这么点你才来了，完之后你还这没有那没有的。我说一让你干啥你就啥没有。这时候我就发火了，我就动手。可能你本来觉得这40多岁快50岁了哈。其实如果那个家里的钱没亏掉，就不用像现在这么辛苦，是不是？对，你有时候那个火上来，是不是觉得我怎么都快50了，怎么又干起20多岁干的这种辛苦活了？所以那个怨气不光是他唠叨的怨气，是不是这意思啊？那你觉得现在的日子啊，就已经过成这样了吗？是吧？你认为这应该怎么才能让你老公更多的配合你？你有啥想法不？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也很平稳了嘛，我不想再让他折腾了。哦，他现在老跟你说要再创业这事儿吗？对，准备怎么创业？我还要爬做我那个山庄旅游经济，但是要投资要大一些，因为我那个第一个山庄就赔了那些钱了。完我那个面馆也是亲朋好友我筹措的，20多万。完我为啥我又做了一个那个地摊呢，摆摊呢，半夜出去呢，凌晨才回来呢？我就想着，我作为一个男人，完你说我出来，他不理解我，他有时候他不理解我的压力，我就想证明自己，他不支持我不能这样这么败下去。人有一息尚存，我就要战斗不息，我就这种精神，我不认输。哎，你这些话以前跟你太太聊过吗？我也不想跟他聊，压力太大。其实你不想和妻子吵，因为知道她的压力也很大。对，孩子看着我这失败了嘛，完也要自己在外头创业。我寻思想把这事业干起来，完把孩子也吸引到身边。我也有个传统观念，希望孩子老婆热炕头，你知道不？但是你说自己能力也不够，完责任也不够，完弄到这个中年了。要么我半夜出去摆夜市呢。灶台前一站就是几小时，油星子溅到胳膊上都是小疤。可听见客人说火焰牛肉真香，眼睛立马就亮起来。餐饮这行苦是真苦，但看见顾客吃得满足，心里就暖乎乎的。咱没啥大本事，就想把这烟火气守下去。咱一起把这小日子做成红红火火的牛肉。这个于女士，你看到你老公此刻他这个流泪啊，情绪很激动，你此刻是什么感受呢？他这么一说，我也感觉他挺辛苦的。那你觉得你自己辛苦吗？我也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很辛苦，但是我要听他这么一说，我感觉我有的地方做错了。咱先别着急认错，哎呀，这可真是一对夫妻感情多好，你这夫妻感情其实两个人都是在体谅对方，对，不着急认错哈。对，咱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先说出来，咱解决问题啊。因为从那个生意赔了到现在也几年过去了哈，4年了，你到现在你就原谅他了吗？或者说你放下这个包袱了吗？或者还是很怪他当初做了这么个决策？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他。我还是那句话，我担心他，怕他那个亏了。所以就即便你看他很难过，你也其实不支持他再创业。再创业需要多少钱呀，先生？也得那些钱。那你之前的债还了吗？就是面馆的债呀什么的。面馆没还清呢。那你这钱从哪儿来啊？你再投资就是贷钱从哪儿？款嘛，房子抵押什么的。儿子多大？是儿子还是女儿？儿子。儿子多大了？25。女士，你跟儿子聊过这些事儿吗？儿子说他也长大了，然后他也有责任担当这个家，因为他自己在外边嘛，我也不想让他太过于担心我们。儿子是支持妈妈还是支持爸爸？他还多数是支持他爸爸。所以现在其实你们不是就夫妻感情是没问题的，是吧？主要就是这个投资创业的事儿。他现在是不想让我迈这一步，然后呢，他要再迈的话，就是要么就离婚。我特别困惑，我卖，如果成型败了，可以说是妻离子散，可以说是很凄惨，中年了，再要精力体力也都不够用了。但是你说我要是保持这个现状，我还得养老，我还得给儿子积攒点，他要成家或者买房子，当父母的都是一种心态，帮一把。我没有，那孩子又怎么看我？我想再搏一把，这就涉及到2套房子要做抵押，这就是很大的风险。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有的看热闹啊，看笑话，说原来说你不行，然后看你就是老这种想法，老想重新证明一下自己哈。啊，对。哎，于女士，你是知道这个就是再开一个山庄啊，就这个度假点，其实是你老公一个证明自己是个老爷们儿的这种梦想，是吧？你是理解他这个的哈。我听说他这个微信头像都一直是他原来那个山庄都没变，对，是吗？他一直没改过。这也成了这先生的心病了，不叫心病，就先生的梦想。心结。心结啊！那如果你先生就坚持执意要开这个度假村，你准备怎么办？因为家里有老人还有孩子，那他再继续这么折腾的话，我感觉这家好像就是没有太那啥的了。我希望他醒悟点。如果他要坚持做呢？那就让他自己去做。你就跟他分割财产，各过各的，减少损失的风险，是吗？对。真的这么想过吗？对，我真是这么想。你觉得你们的感情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俩的感情现在还是可以，但是他要是执意弄那个，那我就坚决反对，我不同意他再做那个。所以你觉得这也是对你们感情的考验？对，不管对与错，你这次就听我的，证明你对我有感情，是这意思吧？对，挺严峻的啊，老赵同志，是一边是梦想或者是男人的这个尊严和搏一把的这个心意，一边是坚决不同意的妻子啊。当然他的不同意你也理解，两难是吧？那如果妻子坚决不同意，就宁可离婚也不同意，这婚你离吗？你其实接下来是想让我们说服你妻子同意的是吧？我就想希望评委啊能做他的工作。老师，你是既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又想维护自己的婚姻哈。那如果人家坚决不同意呢？坚决不同意，离吗？我也舍不得他，因为跟我风风雨雨的坎坎坷坷的来了，完把孩子大的照顾婆婆公公都挺好的，照顾我也挺好的。就你的底线是我尽量说服，也请老师们帮忙说服他，实在说不服，那就不行就不干了，是这意思吗？那我就先放弃。先放弃。哎，这于女士就这句话已经赢了。就于女士这句话就已经赢了。我觉得咱们老师们综合去考量一下，一个是给他们这个未来的这个经营方向多少出点建议，另一个是从两位经营婚姻哈，人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些生活的变故，该如何更好的真的是婚姻保卫了哈，保卫我们的爱情和婚姻，请老师们给些建议。看似是创业，其实和婚姻爱情紧密的关联了。老赵，我们都是男人，男人总是想证明自己，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要给儿子打个样，尤其是儿子
也站在你一边。作为妻子，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想法不自私，虽然为了证明自己，一个快50岁的人还有如此的激情，我认为了不起。任何事情做可能成功，不做一定失败。虽然对这个家来说是风险，2套房子的抵押，但是2个人已经进入人生的后半辈子，如果依然失败，这也是他的人生的经历，他不会后悔。所以我个人并不是说此刻被您的丈夫感染了，是由衷的认为，做妻子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不妨支持他一把。男人最渴望的是自己最爱的人、最亲人的支持，这一种支持弥足珍贵。谢谢。我的想法呢，其实跟于老师是有些出入的。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是个年轻的夫妻，我还觉得拼一把可以。我不是完全否认您啊，我是觉得不管从年纪啊，还有经历来说呀，我首先来说，我先觉得您的这个动力是很好的。到这个岁数还在保持一个让自己有这个市场的眼光啊，觉得投资还有发展前景啊，这些我是很理解也很支持的。我是觉得作为一个男同志，如果要是这个年纪，家底儿只剩下这2套房，现在就是重新投入到这个创业当中，开一个面馆，加上摆摊，刚刚把生活恢复到稳定状态，加上还刚才说了有老人有孩子，加上您2位这个年纪的情况下，我觉得投资是不是需要做一个更详细的计划跟规划？您想投资，我可以理解，甚至说我觉得您爱人也会理解，但是这个前提建立在2位有存款，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比方说不抵押房产，只是把我们的存折掏干净了，甚至我跟朋友串点，跟这儿借点，我去创业，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您爱人可能也会支持。刚才2位也说了，如果赔了怎么办？老人住哪儿？2位住哪儿？还有一个问题，孩子，你们能给孩子留下什么？是精神是可贵的，给孩子一个动力。但是万一呢？尤其您这个年纪、这个岁数，您应该做事情得有个进退身步，咱也得想想吧。就是现在，我是觉得您妻子担心的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如果现在就是孩子不用您操心，已经结婚了、创业了，不用管，自己能搞定自己，什么都有了。然后老人也不需要我们操心了，甚至说不好听的啊，老人也不在了，就剩您2位自己享受生活的情况下，这就看2位怎么商量。我觉得折腾也就折腾了。但是现在既然有这么多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如果是把所有的赌注全部都压上，这就真的跟赌博没有区别。虽然说咱们看着前景很好啊，前期看着，但是世上没有100%的事儿。我是坚决不支持。我不是不支持你创业，我是不支持你老公这种行为。这完全就像刚才曹老师说的，他是个赌徒哎。你再爱他，再和他夫妻同心，我们没有任何必要陪他豪赌，因为他没有任何胜算。有啥吗，先生？你是通过上一次生意赔了之后，你总结了什么经验教训？你还是学习了什么新的知识？你是有了什么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你有底气站在这儿说我要去倾家荡产的去投这场生意？我觉得你这不叫什么我要给家庭争一个未来，你这叫赌一口气。你的妻儿没有任何责任陪你一个赌徒去赌这口气。我不认为你现在具有更好的实力和更高的本事，能够经营一个你已经经营失败过的产业。你为什么失败？虽然你没说细节，但是你失败的原因一定是你对市场的分析、对风险的把控、对你自己运筹帷幄这个产业的能力不足。你凭啥要做这场赌注，还要拖着你的老婆孩子？你做个小生意总能赚，你们勤劳，这我相信。你也有小聪明，做小生意特别适合你们夫妻俩。我支持任何人的梦想，梦想不分年龄。你只要你的梦想不是让全家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支持你自己自私的这种好高骛远，什么都可以努力。
但您身上是有责任的，您是丈夫，您是父亲，您还是儿子，你不具备孤注一掷的条件。如果你一意孤行，那就离婚，你就跟他分。他如果这生意成了，他带着钱回来找你，你们付；他如果这生意不成，至少你保留了1半的家产给你和你的孩子，给你自己养老，明白吗？我的态度非常的鲜明啊，我不支持你创业，就这么一些，谢谢。您今年多大岁数？49，虚岁50。前50年你干的所有事儿，他赔你了吗？赔了。赔你赔过吗？没有。你上回干山庄赔没赔啊？赔了。他陪着你赔过吗？赔过。那这回我不赔你了，后50年我让你赔我，你委屈吗？不委屈。那你委屈什么？哭什么？当初你做面馆我赔你了，做烧烤我赔你了，开麻将馆我赔你了，做山庄我赔你了，是不是？是。我赔了你4、5回啊，都是你做主吧？对。那您委屈什么呀？前半辈子您做主，对吧？咱说话公平吗？公平。从49岁开始，你陪我，半辈子对半辈子，还哭吗？还哭吗？不哭了。应该这么做吗？应该这么做吧。那接下来49岁以后听谁的？告诉他。哎呀，听我媳妇的。那好，于女士啊，现在告诉你丈夫，你今天开始以后的规划，跟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听我的，我说咋的就咋的。还做山庄吗？还做吗？你拿主意，拿过主意吗？49年没拿过主意，忘了？快别心软了，忘了。从今天开始以后，你不许做在山庄。听见了吗？听见了。那如果他要做饭庄呢？告诉他，做饭庄也不行。那我得赚钱呢。前49年你赚钱多赚钱少，陪着你没有？赔了。明确回答我。那后49年咱家赚钱多少，你陪着他吗？他愿意我就陪着他，他要是不你挑，愿意吗？告诉他。我愿意。赔吗？赔。对了，半辈子对半辈子。咱能明白自己不是干那事儿的人吗？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你是一条都沾不着。你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娶了个漂亮的媳妇儿，而且对你不离不弃。你们所有的夫妻店里头，很多的好买卖，顾客来，估计以及生意兴隆，都跟老婆的张罗分不开。这也是你在夫妻店里一直在做老板，但是却没找到成就感的原因。你总想，当我老婆不陪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也能够通过自己实现梦想，做大做强，让她看看我多厉害，让周围人看看我多厉害。但事实上，你已经向周围人证明了你的厉害。你娶了一个会张罗生意、会照顾家庭的女人，早就是人生赢家了。你心里还装着那2个庄子的梦干嘛呢？所以对于现在来讲，老婆就是你接下来人生大计。如果能把老婆在家里头稳住，能跟老婆一起把眼前的这个小买卖给盘好，是时候交棒给你儿子了。你的孩子需要自食其力，靠自己，而不是接着爹的债务，让他变成肩上有多重大山，对吧？好，听老婆的话，其他没啥要说的了。哎呀，感觉好像是解决了哈，但是感觉这个丈夫心里还有点不甘。你去思考思考，沉淀一下，好吧？你们下来休息啊，我们请2组嘉宾互换位置，来。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岳先生52岁，来自辽宁，个体；董女士51岁，来自辽宁，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对对方哪里不满意？和我抢孩子，我想让孩子接手我家里的生意，他反对，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替孩子做决定。孩子就不应该被他控制，孩子的很多想法只会和我说，但是他这么强势，孩子也很为难。今天想让对方答应什么？完全听我的安排，我们多年打拼的生意不能说没就没了，孩子的任性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我希望他能放孩子自由，年轻人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孩子再这样下去会被他耽误的。
在一起结婚有20多年，28年。哎呀，这都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啊！谁先来讲讲吧？我们从2000年一直做到现在，做这个电动车和这个电动车电池的生意。一直做了20多年，相对来说呢，条件还可以。我们做到这个年龄吧，就是说不想再做到60，有点太累了，就想让我的儿子26嘛，27了，我想让他接手我这个，直接就接着就做，因为我现成的这些资源嘛。但是呢，他不愿意，他是说啥呢？愿意让我儿子自己自由发挥，就是我这个买卖他愿意接就接，不愿意接他就不接，他愿意他自己做他自己的事儿。我呢就一直很生气这个事儿。所以你俩是过了半辈子，现在因为孩子的问题卡这儿了。对，有点不太愉快，就是向儿子接班呗。对，这个妻子是不同意。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的想法不一样，看他自己想做什么做点什么，没有必要老这一个行业让他这么跟着做嘛。所以就是妈妈希望儿子拥有自由和自主生活的这个选择的能力啊，或者是条件。爸爸是希望子承父业。对，这是挺大一个矛盾是吧？现在横亘在你们中间。前几年吧，他毕业以后呢，他就跟几个小朋友去合作，然后可做了3、4年吧，将近赔了呢有20来万。我知道这个生意很难做，有些。那么我说我这个现成的生意，那你就直接来跟我做就完了嘛，你何必再去搞别的嘛？你们家是做什么生意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电动车、电池、新能源新能源大有前景。就是等于是你是生产还是销售啊？我是销售。就你们从开始做生意就是做的这一行是吧？对，我从2001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做的还不错。天津是咱们生产基地嘛，这个是我们最开始也从天津开始接手做这个生意，电动车销售做代理。就在沈阳是吧？我在沈阳，我们当时最开始进货的时候是在天津，所以说我跟天津也有渊源。电动车一直做到现在，中间没改过别的行业。然后包括现在属于电动车接入新能源了嘛，就是我们做的电池批发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然后电池这一块它也在更新，包括增加一它锂电池了，其他的新能源这些东西，我感觉这个行业还可以再做。所以说，我就想让我的儿子直接就接过来。我们不做。但是儿子是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吧？现在的孩子吧，跟咱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他属于99年吧，属于00后，他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说我是这个行业没有兴趣。对。那你们家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能够让孩子有发展空间的家底儿吗？不是说太有钱，但是说我房子有好几处，然后车呢，对于他来说就是生活基本这块呢是没有什么顾虑。我有一个问题啊，您是觉得孩子现在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如果不成功，假设不成功的话，还有这个行业兜底儿，还是说打头你就不希望孩子干这行？我儿子有些啥想法，他会跟我说的多一点，这个按部就班的天天这么弄，他不太喜欢。他就说妈妈，你能不能跟爸爸说，因为前2年因为说叫我儿子出去干什么，我同意，我也给拿钱。做妈妈的就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对，结果赔了，所以说他就更坚定他的信心了，你就得跟我干。这00后的孩子嘛，他就你干这东西我就不太喜欢，我就想要我自己赔了，那我再能不能妈妈，我能不能再干点别的？你们俩是那种夫妻店吗？共同经营吗？对。谁管钱呀？他管。管得怎么样？很好。对你的各种什么，比如说投资和运营，他会支持呢，还是说会经常克扣？不克扣，支持。就是我中途做别的行业也赔了能有100多万。然后他也没说我。这方面没说我。就人家也都支持你呗。对。就之前合作还都是很愉快的哈。除了孩子，俩人挺好的。合作挺愉快。我们就现在这个孩子这个问题上，因为我儿子嘛，就是挺暖的一个大男孩。你说现在我儿子能做到什么？因为他是独生子。我公公前几年就是说，过世了。现在我儿子在替他爸爸照顾他奶奶。那你真孝顺。
所以说他是特别孝顺的，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儿子就挺稳的，挺暖的，他喜欢做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儿子替爸爸孝顺奶奶呢？这爸爸呢？他不是说替他爸爸，他觉得说我爸爸也50多岁了嘛，说的他比较心疼他爸爸，他跟奶奶感情也是特别好，就是说从小带着是吧？对，从小我们都是在一起生活的嘛，所以说他现在就是对照顾奶奶呀，就是我就觉得都已经替你照顾妈妈了，那我儿子有些想法，你为什么就不同意呢？我合计你已经都赔了，你说这个学费你也交完了，我的想法就是说的，还是愿意让他跟我做。先生，我打听一下啊，你这太太是不是在你们前半生共同经营的时候也都比较顺着你哈？你怎么投资啊、亏啊也都没什么怨言，是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变化，开始不顺着你了？是。那咋就有这样的变化呀，太太？以前我就觉得我们就是从白手起家创业，我们从结婚到就是我们自己又买房，左一套右一套，又换车又买车的，左一辆右一辆的换，我都听你的了。你怎么就现在我儿子这个问题，我没有依靠，我就觉得我儿子是我的依靠，老公不是你依靠啊？他现在我不指不上他了。你认为儿子自己创业，您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对呀，我觉得我儿子要能创业，因为我们这行业就是我说实话有点累，有点辛苦。我就合计我儿子如果说我能帮我儿子能轻松一点，再说我也是他点靠山，不要这么辛苦了。那是不是换而言之，如果孩子这事谈拢了，你老公还是你的依靠，对不对？是吧？你看，还是核心在孩子接班这问题上。哎呀，这也挺难的。你别看就是说，咱生活细节都做到了，但是大问题上如果观念产生分歧，也挺影响感情的，我觉得是吧？有点。这个妻子也现在经常有情绪，是不是你丈夫也不像以前对你那么嘘寒问暖了？我就感觉他没有以前那么容忍我了。那你希望他有什么变化呢？我现在希望他听我的。儿子自己的事业是不是在同一个城市啊？儿子现在没有，因为他不就是干了2年不做了是吧？对，不做了。现在2年没工作了吗？现在这1年左右，他就把我儿子带到我们这个店，我给他带进来了。他想给他带进来，但是他心思吧不完全在这上面，他还不想干。哎，他00后吧，他就啥，就像我带他出去见客户送货，教他们带着就引导他们。他是啥呢？我把货送到客户家了，我跟你说2句话，我只转身我开车我就走了。就是工作态度，就是我只干我应该干的这个工作，我只做你让我从哪儿到哪儿给我送到那儿去。没有热情呗。对，他不是说从心里往外做这个东西，我把这个客户我再多送一些，多卖一些。哎，儿子这26、27了，也差不多到成家的时候了，这个上面有规划吗？这个只要他说结婚，我们马上就办。我不同意那么，他还不同意，还是这么早结婚。我感觉还是他接我这个班先做了，把事业做下来。他不同意你孩子结婚这事儿，你怎么不跟他吵呢？吵呀，你也吵呀。你儿现在有对象吗？他告诉我们是没有。如果你儿告诉你有对象，我就告诉我儿子，你领回来吧，妈给你办就完了。他爹是说你得先立业再成家，你不能先结婚再立业。你把这个事业先做起来嘛，做起来然后你再去成家嘛。您觉得您做这个行业，您自己总结一下，您觉得您成功吗？怎么说？打个70分吧。70分。您觉得子承父业是应该的？我感觉应该，因为现在这个重新你再做一个生意，一个是投入很多钱，对吧？再一个你的精力资源这一块你都得重新起步。我这个是属于就像说热炕头似的，你知道，就是现成的。我们来拢一拢啊，其实你们的矛盾也挺明显的哈，就是因为孩子的工作问题，孩子婚姻的问题都有非常大的分歧，可以说是南辕北辙。那今天来这儿是谁想来的呀？你想来的，你想让你老公听你的。因为我们这年纪也就不能再影响我们以后的养老了，所以说来这儿请各位老师帮我们指点指点，出主意，
各自怎么化解一下这个矛盾，就不想再生气了啊，对让老公听我的。哎呀，我一生气，他现在就是我更年期，没别的话说，他一说我更生气。那可不吗？那先生呢？你的诉求呢？我看看有什么好的思维方法，能让他还是愿意让他跟我一块干。那孩子就不愿意呢，咋办？看看你们的那个理论，包括你们的思维方式。如果说有道理的话，我也听咱们那个老师的啊，有你这句话就行啊。对啊，那听听老师们的建议。确实，未成年孩子的教育成为了父母婚姻的矛盾，生活当中很多。但是已经成年孩子的规划发展成为了父母婚姻的矛盾，这真的极少。如果今天你的儿子是16岁，我们父母作为监护人，我们为他规划。但是儿子今年26岁，成年了，他的人生是不是应该自己去规划呢？我来自浙江，浙江盛产老板，浙江有大量的老板家庭，2代不肯接班，但是父母都是选择了尊重，去挑职业经理人，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这一种爱和尊重。天下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即便这样不愿意接班，你同样爱自己的孩子。但我认为，对成年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放手是对孩子真正的爱。我支持妻子的意见，做丈夫的完全应该放手放下，自己至少10年没问题吧？这10年当中，自己继续的一如既往的把企业经营好，孩子看在眼里。哪天他认为父亲的观点是对的，我愿意接，他会主动接；他不愿意接，他会努力的去拓展自己发展的事业。我在想，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谢谢。哎呀，二位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咱不说二位打架这事儿啊，只说从一个孩子的角度，现在随便搁一个孩子，很少能碰见这样的家庭。父亲把事业给安排好了，打拼好了，只要接班就行。母亲这边家里什么都给安排好了，要钱给钱，要生活给生活，要自由给自由。这个孩子怎么选都可以。这样的家庭其实不多，这样挺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而且刚才也聊了，二位在感情上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孩子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两边都有自己的问题。父亲这边就是一厢情愿，时代就是变了。他是不是这个00后，是不是90后，他也跟您这个相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越往后，年轻人的思维会越有冲劲儿。您一厢情愿让他接班，还莫不如有一个词儿叫什么？现在流行的鸡娃。现在鸡娃，为什么好多父母在网上的舆论就是我们激不动了，激不动了，只能激自己了。我的任务就是给孩子留钱，别的什么也别想了，事业也继承不了，孩子有孩子的想法，我就趁着我能干，我就玩命的攒钱挣钱，最后你爱干嘛干嘛，我就激我自己，让我自己挣更多的钱，给孩子留下就得了。所以说您玩命让他接班，他有兴趣行，他要没兴趣的话，这就是我的评价，一厢情愿。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是觉得您有点宠爱，甚至是溺爱。是不否认，刚才二位都说了，家底儿也有，给孩子美好的生活空间也有，孩子想要什么都会支持，都会理解，尤其当妈妈的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是觉得您对孩子是有正面评价的，甭管孩子从性格呀，从孩子这个品性啊，您都觉得很不错，当母亲也很满意。但是我是觉得一味的跟丈夫去争执孩子要不要干这行，您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正确的引导过？或者问过你未来有什么规划？一味的只是支持他，可以不接班，大不了不上班，我养你。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很负责任。甚至说，二位有没有深度的跟他交流过？什么叫深度规划？当爹的可能这会儿的心思都在一厢情愿，这孩子接班上的，那当妈的为什么不问问呢？
有没有真的母子之间交流过？你想让我支持你，你得拿出你的计划跟方案，你未来想干什么？你想怎么样？创业失败了会怎么样？如果创业成功了，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你得给我一详细计划，我可以掏钱支持你啊。但是您没有，您就是要么就跟丈夫对着干，要不就是我也不听理由，我就宠着我儿子。我是觉得在孩子这个问题上，二位都有责任。我说完了。我怎么觉得您二位啊也都年过半百哈，就是这半辈子努力拼搏，夫妻同心都挺好的，也都挺顺利的。说白了，不像他们挺跌宕起伏的。你们这么顺利，到了这个年龄了，开始因为孩子发生矛盾，在我看来就是在精神上、情感上，这叫没苦硬吃，这太闲了。26、7的大儿子了。人家的人生有人家来规划，人家来做主，你俩在这儿打什么架，为他操什么心呢？我都听得莫名其妙，就日子过得太好了。我真的劝二位，您二位现在的重点不是关注儿子如何，是关注您二位的感情生活和以后的中老年生活，对吧？咱们事业上听出来都想退居二线了，你是想交给儿子继承，你嫌累，他是觉得产业挺累，想退出。那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彼此身上，家里的生意像于老师提出的，找这个职业经理人去帮你们打理就好了呀。女士也一样，你知道你老公现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爱好，有什么人生清单想要做的事情吗？你也不知道。你儿子26、7的，他什么时候想结婚，什么时候想生子，你管得了啊？你跟你儿子搞那么深的链接，你还说儿子将来是我的依靠，你拉倒吧。你儿子现在是没娶媳妇儿，人家娶了媳妇儿，自己有小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别给人添乱，是不是？咱做好一个好婆婆啊，一个好这个奶奶就得了。你要关注的是你的爱人，你这陪了半辈子老头，以后你们的日子怎么过？你们把这个主要矛盾理清了，家里什么问题都没有，理不清都莫名其妙的去靠儿子去了，这能过好吗？过不好。所以拢一拢家里的状况，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关爱你们夫妻关系上，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希望你们幸福，谢谢。我特别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您现在已经在一件事情上让老公没办法，然后您呢又让自己的儿子觉得您很贴心，然后您已经强调了您在家庭当中的位置。刚才他有一句表达说，我儿子现在跟我们说是没女朋友，他要有的话直接带回来，我给他安排结婚。哇，你好做主哦！您别这样，真的您别这样。我问您一个问题吧，咱们家孩子26、7了是吧？他出去创过一回业，赔了20万是吧？20多个。赔20多万，那20多万谁给的呀？最后我呀。是你给的吧？知道问题在哪儿吗？老岳，想让儿子想要爹的那个事业，得让他来求你再给。我不给你的你别要，他就想要了。不用要，上赶着给，你还值钱吗？我讲明白了吗？对。我问一下那个董女士，一个成年人做生意赔了，这钱应该由谁来赔？应该是他自己承担。那么妈妈替他赔这20多万，为什么？我不想让他有那么大压力。这是溺爱吗？这是让他觉得反正我做什么赔了有我妈撑腰，我爸逼我回家接他那个产业就不。你是想用这20多万给儿子这个底气吗？所以我可以回家照顾奶奶，无所谓啊。老岳明白了吗？想让他想接班的前提是你要我才给，你不要我不给。所以如果这20多万不是这个溺爱的妈妈替他赔了，让你的儿子一直还这个欠债还到今天，让他经历过社会的苦，让他经历过别人的白眼儿，让他租住过地下室，你觉得这会儿他想不想要老爸给他的产业？我讲完了。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一个不存在的事情，
就是妈妈假如很有钱，就给儿子不停的给钱不就得了吗？他不就是先亏了个20万吗？再努力的亏呀，妈妈不停的给儿子不停的创，老公不就是说儿子你要来我这里做生意吗？来接我的班吗？你儿子不已经跟着你送电池了吗？这不完活了吗？这里边有个问题，他就是不是主观的，你明白意思吗？他就是你怎么可能去跟一个别人讨论第三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为啥说这是个莫须有的事儿？这是你和你儿子的事儿，这不是你和你老婆的事儿。你老婆在你耳边可以唠叨10000遍，我不让儿子继承家业，我要让儿子去创业，儿子应该活出自我。你说耶，对，不理他不得了吗？你们搞错重心了，你们两口子较什么劲呢？您这个年纪应该问的是我今天想去哪玩，我今天不想干了，我财富积累够了，至于我孩子想继承家业还是想创业，随他去吧，关我啥事儿？所以让问题回到问题人本身上，让你老公和他的儿子去进行沟通，产业要不要交给他，他配不配接得过你的产业？如果他证明了他就是不能，你是打算在你儿子那里把你的产业给废了吗？不打算，对吧？所以那不还是得找职业经理人吗？刚刚雷鸣老师说的有一条特别对，有一些孩子为什么愿意回家继承，是因为老子从来都说你不配。你不配继承产业，除非你大学毕业；你不配继承产业，除非你 MBA 毕业；你不配继承产业，除非你到厂里最基础的工种每一轮打工给我验证出来你配。这些孩子只好努力的证明我配，我配，我配，所以争先恐后的想回去向父亲证明自己个儿。可是你却是把你的生意捧在手心里，儿累你要不，儿苦给你，你别嫌弃。你嘴里说着别嫌弃，人家一定要嫌弃啦，哈！夫妻俩之间没啥矛盾，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对现有人生状态的一个角度，以及对孩子到底是不是在慈母败儿中。我说完了。好，带着老师们的建议啊，回到门之后，你们稍作思考，看看大家最后的选择。来，请回到门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悦 App 添加 B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坐镇我们的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同时呢，也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看看第一组嘉宾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啊？请开门。没问题。跪出来，但我还是感到遗憾。我认为完全可以拼一下，真的。好，欢迎你们回来。出来有啥话说不？我考虑好了。也采纳了那个几位老师的意见。为了陪我媳妇儿别有那个担惊受怕，给她安定，我先稳固我的生意。我把我这个小饭庄就打理好。先以太太的需求来稳定现在的生活，未来日子还长着呢。咱小面馆好好做，说不定有天这生意做大了，那还真成饭庄了，是吧？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媳妇儿，风风雨雨你太辛苦了。你也不容易，你也太辛苦了。咱继续好好过日子。好，感谢各位评委老师，感谢你们来到爱情保卫战。再见，再见。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组啊，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这组更没问题。对，能力强。哎呀，吓我一跳。这个没问题。
这个有什么话要说吗？我首先感谢评委老师，你们说的这些话对我来说挺有意义。我觉得是最关键的话是我们两个应该互相关心，我们把这个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有点是过了。我感谢评委老师。而且你急了点啊，孩子让他自己去摔打几年。对。非常谢谢老师给的这些建议，我会考虑我自身的原因，因为从小到大对孩子，从小就觉得孩子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山，是我的水。现在想想，我们年过半百了哈，我都已经退休了嘛，所以说就是得为我们两个活了。我们而且还是上有父母的，所以说多关注一下我们。好，谢谢老师。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多抱一抱，矛盾都解决了啊！老公才是你的依靠，你的山，你的水呀。儿子真不是，儿子是别的女人的。是，好，好，请亮灯。也感谢你们来到爱情保卫战，好好过日子啊！好，谢谢老师，再见，拜拜。这边。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